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诺厨房，我是小诺。油酥烧饼和面到底要不要加鸡蛋？今天给大家分享正确做法，酥脆掉渣，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400克的面粉，往里面打入1个鸡蛋，搅拌均匀。有朋友问我做烧饼要不要加鸡蛋？肯定是要加鸡蛋的。一般做面时发面呢，加鸡蛋做出来的成品会更加的蓬松暄软，增加口感。烧饼店呢不加鸡蛋，为什么呢？一个鸡蛋要1块钱，一个烧饼才卖5毛钱，成本太高了。再加入4克酵母，1勺白糖，促进酵母的发酵。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，再用240毫升的温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面和水的量一般是1斤的面粉用6两水，这样和出的面软硬适中。由于面粉的吸水性不同，水量稍微的会有一些变动。调成面絮状，再加入10克玉米油，然后下手揉成面团。加入食用油，揉面不容易粘手，而且做出来的面食会更加的柔软，放凉了也不硬。这里提醒大家注意一点，做面时加的食用油一般要用无味的食用油，比如玉米油。像菜籽油、大豆油、花生油味道太重了，最好不要用。最后揉成这种软硬适中的面团，盖上保鲜膜，醒发40分钟。接下来再准备50克的面粉，把它放入小碗中，加入3克食盐，增加底味儿。喜欢吃五香味的，可以再加入五香粉、花椒粉；不喜欢吃五香味的，可以只加食盐就可以了。然后再加入50克的食用油，这里的油一定要用熟油，或者是没有味道的食用油。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没有干面粉，像这样粘稠的糊状，我们的油酥就调好了，把它放在一旁备用。40分钟面就醒发好了，看一下体积明显变大了，揭掉保鲜膜，拍一拍面团有沉闷的响声，就说明醒好了，不需要醒发到2倍大。现在的天气热，醒发的时间长了，面团会发酸的，影响口感。面板上撒上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，把它揉一揉，排排气。醒发好的面团也要给它多揉一会儿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口感会更好一些。把它揉匀后再按扁，撒点干面粉防粘，再用擀面杖把它擀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面片。我们在擀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小气泡，这个不用担心，这是酵母还在发酵着。擀的时候可以用擀面杖给它整理一下，像这样给它兜一兜，这样擀出的形状就比较规则了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用你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你的每一次点赞、关注、转发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最后擀成这样一个长方形的大面片，厚度大约在0.3到0.5之间。上面再涂抹上我们调好的油酥，我们可以用刮板给它涂一下，这样涂得更加均匀，而且比较方便。涂抹均匀后，再从底部给它卷起，尽量卷得紧实一些，边卷边拉伸。收口处朝下，再给它整理一下，再切成大小相等的面剂。取一个面剂，两头切口处给它捏紧实，放在案板上给它整理一下，整理成圆。像这样收口处放在底部，用手再给它轻轻的按扁。我们做的这个烧饼不要太薄了，用手轻轻的按扁就可以了，这样一个烧饼的生坯就出来了。用同样的方法把所有的烧饼全部做好。
全部做好后，准备烤盘，在上面铺上吸油纸，把做好的烧饼生坯摆放上来，中间要留有空隙。在生坯的上面再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锁住水分。如果不刷油的话，烤出来烧饼非常的干。上面再撒上一点黑白芝麻，点缀增香。然后盖上保鲜膜，2次醒发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烧饼生坯变得鼓鼓的了，像这个样子，这样就2次醒发好了。把它放到烤箱中层，开上下火，上火220度，下火190度，烤12分钟。时间到了，打开盖子，哇，太漂亮了！现在满屋子都是烧饼的香味儿，真的是太香了。把它稍微晾凉，装入筐中就可以美美的食用了。这样做出来的烧饼，个个金黄酥脆，捏一下酥脆掉渣，掰开看看，里面的层次丰富，咸香入味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